大家好，你想想看，一个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就因为在网上转了几篇文章，结果被送进了监狱，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今天呢，咱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案子——陈经元博士案。这件事儿啊，在中国可是掀起了一场关于言论、权利，还有到底什么是真理的大辩论。我落入了昆明司法黑帮恶势力团伙的魔爪之中。哇，你听听这句话，这控诉可真够绝望的，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了这个案子的核心。这句话呢，是陈经元博士在监狱里写的信，也为咱们今天的故事定下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基调。那么说出这么一句话的人，他到底是谁呢？他叫陈经元，是个科学家，有复杂系统科学的博士学位。你看他这个履历，那真是相当厉害了。研究的领域又是国防，又是人工智能，但是呢，他自己更愿意叫自己独立学者。就是这个身份，好像为后面要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一个伏笔。一个追求知识的大脑，怎么就跟国家机器给撞上了呢？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位学者，他是怎么从自己的书房一步一步走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上？咱们先来把这个案子的基本事实给捋一捋。整个案子的时间线其实特别清楚。2022年9月，陈博士被抓了。到了第2年4月，一审判决就下来了，判了1年8个月。他当然不服，马上就上诉了。但是2审法院连庭都没开，直接就给驳回了，维持原判。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相当地快。那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能让法院这么快就下判决呢？这个答案呢，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他所有的所谓罪行，其实都来自于网络上的几次点击、几次转发而已。咱们来看看法院说他散布的虚假信息到底都是些什么。有一幅政治漫画，有大学教授写的学术文章，还有一些国外的政治言论和历史资料。你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这些东西不管怎么看，好像都属于艺术评论啊、学术探讨啊或者政治观点这个范畴里的。那么法院用的是哪条法律给他定的罪呢？就是这个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啊，说实话，在中国司法界那可是相当有名了。为啥呢？因为它的定义特别模糊，就像一个大口袋，感觉什么都能往里装，所以很多人都管它叫口袋罪。咱们要想看懂这个案子，就必须先理解这个口袋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你看啊，他分享的内容吧，主要是学术性的，给他定罪的法条呢又这么模糊，那法院为什么还判他有罪呢？最核心的问题就处在法庭和陈经元博士他们俩对知识和信息这两个东西的理解，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这张对比图就特别有意思了，他把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摆在了一起。你看啊，法庭的逻辑是，你陈经元是博士，学历这么高，那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你转发这些就是明知故犯。但是陈经元自己怎么说呢？他说，正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么多年的学术训练，我才明白不能随随便便给任何信息下定论。我转发只是为了先存下来，以后好研究。你看啊，一边觉得这是犯罪，另一边觉得这不就是学者做研究的日常吗？为了给自己辩护，陈经元还搬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哲学比喻。他引用了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困在洞穴里的囚徒，看不到事情的全貌，所以他没法100%的说哪个信息就一定是真的，哪个就一定是假的。这就不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辩护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态度。真正的知识恰恰来自于不断的质疑，而不是盲目的确信。你知道吗？陈经元博士的这种想法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独创的。要想真正看懂这场冲突的根源在哪儿，咱们得把眼光放得再远一点，回到历史深处。因为这起发生在今天的案子，其实跟中国几百年的思想传统产生了一种特别奇妙的呼应。你看这个时间线就说得很清楚了，陈经元换位的那些理念根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深深地扎根在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里。
从几百年前的王夫之，到后来的康有为，再到陈寅恪，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思想家，其实一直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知识、权力还有真理，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核心概念，叫理在事中。这是400多年前的思想家王夫之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理啊，它必须得在具体的事实里找，你不能脱离事实去空谈大道理。咱们用这个古老的想法，回头再看这个案子，矛盾一下就出来了。法庭的判决，它到底是扎根在证据这个事上呢，还是更多的服务于某种权威解释的理呢？再来看第二个关键概念，这个更有名，来自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可以说基本上就定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使命和精神追求。那么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经元的那些行为似乎就不是在挑衅，而恰恰是在履行一个学者应尽的本分。好了，那现在咱们把这些古典哲学思想当作分析工具，再回头去审视这桩现代的判决，我们又能看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你可以把这张表格想象成是拿着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当一把尺子去量一量法庭的判决。咱们就看第一行真理来源这个维度。按照王夫之的想法，真理应该来源于事实，可法庭的行为呢，更多是依赖于一种政治解读。那得出的哲学结论就是真理被悬空了。你从上往下看，会发现这个判决在好几个方面都跟中国古典的这种理性精神发生了冲突。这就说明这个案子核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了，它更像是一场权力与理性之间的深刻碰撞。所以啊，在一些哲学分析看来，这个案子已经远远超出了陈经元一个人的事儿了。它触及到了中国思想里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正统和代表知识道德传统的道统，这两者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如果正统完全压倒了道统，那它引发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司法问题了，而是一场文化上的危机。这句话呢，就是基于刚才我们说的陈寅恪的思想得出的一个结论。他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这起案件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长远影响。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思想活力和它未来的繁荣发展之间是有一种切不断的内在联系的。讲到最后，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当一个现代的案子竟然能和几百年前的哲学思想产生这么强烈的共鸣和对话，这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历史在不断的循环，还是说有些永恒的张力在以不同的面貌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想一想。